你是不是物质不缺，生活稳定，但只要一躺在床上，就会被一阵莫名的巨大空虚感瞬间淹没，觉得自己活得像个只会吃睡工作的流水线 NPC。我是 OV， 这不是你不知足，是你人生游戏的主线任务卡关了。今天我用马斯洛的底层逻辑帮你除错，教你一键切换到开挂的自我实现模式，带你优雅通关。Welcome to Origin Vance。嗨，最近好吗？我是 OV， 带你用游侠之眼看穿世界。欢迎来到 OV 的原理游侠之旅频道。说真的，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大家绝对都有过的共同感受，就是那种每天日复一日像个机器人一样打卡上班、付房租、买日常用品的疲惫感。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简直就像被永远困在某个游戏的新手村里面，怎么疯狂打怪就是升不了级？今天呢，我们要请出心理学界的游戏设计大师亚伯拉罕·马斯洛，他要用一张名震天下的需求层次灵魂地图来点醒我们。其实你不是不快乐，你只是卡关了。好了，我们就直接深入探讨这场关于变强的生存游戏吧。就像所有顶级的开放世界 RPG 游戏一样，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明确的任务日记的哦。我们会依序破解这5个主线，首先是卡关的新手村，接着来拆解大脑的双引擎，再来挑战迷惑众人的虚假的满级 BOSS， 然后交给你一套实战升级指南，最后呢就是 OV 的通关总结。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项任务。第一关，卡关的新手村。我们现在一起来想象一下，你今天点开的一款号称史上最顶级的生存游戏，一开始为了不让你的角色饿死或是冻死，你疯狂的去砍树、采集、盖茅草屋。这时候你的目标超级明确，对吧？每喝到一口水，每打到一只野兔，大脑都会疯狂分泌多巴胺，觉得爽得不得了。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为了生存拼命努力的真实写照。但现在我们面临到一个终极的灵魂拷问了，为什么当你基本的物质需求都被满足了，装备也全满了，你却依然觉得心里彻底空虚？你想哦，几十个小时过去了，你现在满身都是神装，住进了安全区里最豪华的城堡，仓库里还堆满了吃不完的顶级食材。换作现实生活，就是你有了稳定工作，缴得起房租，也买得起好料。按理来说，你应该要幸福到升天才对，是吧？但你却突然把手把一放，看着荧幕一阵茫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突然发现，哇，这游戏没有下一个主线任务了。你每天上线就只能重复打扫城堡、点算仓库，这时候原本的满足感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巨大的窒息感跟无聊。这真的是完美的说明了我们现代人集体卡关的悲剧啊！马斯洛的核心前提就在这里，当一个人的低阶生存需求被满足之后，你的高阶需求就会像幽灵一样慢慢浮现出来。所以你真的不是天生就不快乐，你只是已经完成了初期的生存任务，但却一直没有接到下一个主线任务，让这个游戏保持有趣而已。如果你不去主动解锁这些高阶需求，你的灵魂就会陷入一种慢性的营养不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来解锁第2项任务，大脑的双引擎。马斯洛发现如果你要弄懂这个心理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人类的内在驱动力。其实我们的动力早就被切分成2套完全不一样的作业系统核心了。这2个系统的运作逻辑对比起来真的超级有趣的哦。我们来看匮乏性动机，也就是低动机，还有成长性动机 B 动机。匮乏性动机的本质就像是防御模式，它的逻辑是因为我没有，所以我去抢。就像你肚子饿了要吃饭，或是为了怕下个月缴不出房贷而拼命加班。当你终于满足它的时候，你得到的感觉只是终于没事了的那种虚脱感，纯粹就是威胁消失了而已。但是成长性动机完全不是这样，它是灵魂自主扩张的开拓模式，核心逻辑是因为我有，所以我去创造。这就像一个工程师为了解决一个超酷的问题疯狂写程式，或者是为了纯粹的热爱去创作。这是一种喷泉模式，你会越追求越渴望，产出永无止境。它带给你的是那种真正的狂喜，还有灵魂的圆满。所以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当你启动了这种成长性动机，你就能解锁传说中的心流状态。
这简直就像是给你的角色上了一个超级巨大，而且还是永久的增益 buff。在这种心流状态下，你大脑的那些防御机制会被彻底关闭，什么下个月房租怎么办，我主管怎么看我，这些焦虑通通烟消云散，你只会感受到一股无穷无尽的能量，还有极致专注的泉源，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你正在做的事情里面。说真的，这才是我们真正在这个世界应该追求的游戏体验啊。不过呢，通往心流的路上总是有陷阱的。这就带我们进入第3项任务——虚假的满级 BOSS。现代社会真的很坏，它给我们设下了一个超大的战略陷阱，让我们误以为某些外在的标签就是这款游戏的最终关卡。我们把尊严需求跟自我实现拿来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陷阱在哪里了。在马斯洛的金字塔里，第4层叫做尊严需求，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被社群媒体跟职场文化疯狂扭曲了。我们常会以为在 Threads 上发个废文拿到几千个赞，或在公司拿到一个听起来超猛的头衔，这就是人生的巅峰了。我们试图用这些满级的低阶防具去硬扛高阶的灵魂 BOSS， 但马斯洛却冷冷地告诉我们，兄弟，你弄错了。名声、赞赏，它本质上依然是外在的匮乏性动机啊。这跟真正的自我实现，也就是你真实的内在成长，去突破你的个人极限，完全是不同次元的东西。这边有一件事真的超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当你过度依赖别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时，其实你就是把大脑的控制手把直接交给了别人来玩。只要今天 IG 上少了一个赞，或者老板丢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批评，你的自尊大厦瞬间就崩塌了。这根本是一个无限循环的 MP7 魔咒，你永远都在追逐那些根本填不满的黑洞，反而彻底挡住了你迈向真正最高阶关卡，也就是自我实现的路。好啦，既然现在看破了虚假的 BOSS，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真正破关？现在我们就来解锁第4项主线——实战升级指南。马斯洛特别帮我们留下了一套生命通关系统的除错指南，让我们可以主动把人生升级，从生存模式强势切换到自我实现。我们来拆解一下这3个通关秘籍。步骤1：进行动机核账。你要很诚实的检视一下你每天的行程，确保每天至少保留 10% 的时间是留给纯粹的成长性动机的。哪怕只是去查一个超冷门的历史故事，写一段好玩的文字，甚至研究怎么把一包泡面煮到米其林等级都可以。不要管面子，只为了有趣。步骤2：寻找你的高峰体验。你回想一下，这辈子最让你着迷、最忘我的瞬间是哪时候？那个瞬间就是你灵魂代码的通关入口。顺着那个方向去扩展你的生活，而不是顺着大家觉得会赚钱的方向走。步骤3：战略性抛弃安全感的绑架。试着把生活中的一些风险当成游戏里的副本去刷，适度允许一些不确定性存在，你的系统才会迎来真正的升级。一路过关斩将，终于来到这里，我们迎来最终章 OV 的通关总结。看完了马斯洛这张超神的灵魂地图，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个人很深刻的体悟。总结我们今天的破关秘籍，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认清这个现实。这个世界总是用巨大的物质诱惑还有资讯杂讯，试图把我们驯化成那种在安全区里安分守己的 NPC。他给你食物，给你娱乐，让你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了。但听好咯，我们生来真的不是为了当 NPC 的。人类最高级的本能从来不是求生，而是求真。不是只为了活着，而是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能活得有多华丽、多精彩。所以别再对着满是食物和点赞的仓库叹气啦，勇敢推开城堡的大门，带着你独特的天分和好奇心，去解锁那个真正会让你心跳加速的主线任务吧。就像马斯洛有句超经典、超震撼的名言是这样说的：你可以选择往回走向安全，但那意味着平庸与退化；你也可以选择往前走向成长，但那意味着你必须承担未知的风险。这真的是一个极其震撼的选择。如果你为了一定要绝对的安全而死守在舒适圈里，那等于是你亲手阉割了自己自我实现的机会。我们必须勇敢地选择成长，对吧？
最后，我想请大家在心底做个最诚实的系统自我测试。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完全不需要考虑金钱，也不用管面子和社会的期望，你明天早上醒来，最想不计一切代价去投入、创造或研究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烂事一直在阻止你按下那个升级变强的开关呢？原理游侠之旅不只是我们的旅程，更是我们的归宿。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加入我们共同的会员，超级感谢！我们在一起冒险，体验这个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馈。朋友，我们下一场旅程见，期待与你相见。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看到影片的你是我们的游侠伙伴，可以开始听。